朋友们，我是妮妮江。我终于要去做拜飞艇了，因为之前有非常多的网友建议我说，妮妮江你应该去做一个拜飞艇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去做一个比较专业的拜飞艇。在拜飞艇过后呢，在这个礼拜来临的礼拜天，我也会骑去马来西亚，跟一群朋友做一个比较中长距离的骑行。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拜飞艇之前跟之后的骑行感受。那我现在就带着我的车一起去到我们今天拜飞艇的地方吧，等一下见咯。哇，圣诞老人。一进来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，然后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卖骑行衣服、骑行配件的地方。这家位于阿周尼附近，名为 Performance by Fitter 的车店，提供专业单车量身定制服务。他们也是新加坡唯一一家 Specialized 官方指定的 by Fitting， 所使用的系统是 Red2 三维动态捕捉技术。听说这套系统也是众多明星车队、铁人三项车手指定的 fitting 系统。Alan，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 bike fit， 因为我的很多就是 audience， 他们都问我说，可不可以做一个 bike fit 的 video， 因为他们想知道 bike fit 的 process 是怎么样的。然后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来到这里第一次 performance bike fit， 我会做一个非常 detail 全面仔细的 bike fit。简单来介绍 bike fitting 的作用。就是根据人体工学，车手经过一系列测试，根据测试数据以及车手自身感受，对单车进行调节，从而达到最适合车手的骑行姿势，实现舒适、无伤、人车合一的骑行目的。就拿我自身来说，每次骑行后，身体都会有部分肌肉酸痛，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手掌、肩部和屁股。所以在开始测量前，我们的 fitter Alan 非常详细地询问我之前骑行中所遇到的伤痛和炎症。首先根据我的年龄、车龄、身体柔韧性等身体条件， Alan 为我仔细做了身体各个部位的骨骼测量，并把数据记载到 Red2 数据库中进行云端分析。在做完一系列的身体测量后， Alan 根据我的坐骨尺寸，推荐了 Specialized 的一款适合女生的坐垫。经过几次骑行姿势测试，调整坐垫角度和高度，最终找到一个对我来说较为舒适的距离。因为之后我想要尝试使用锁鞋骑行，所以这次挑选了 Specialized 的一款锁鞋来调整 Clip Fitting。穿上锁鞋后，在车上试骑，使用雷射线来观察骑行时腿和脚的位置，发现我的左右脚用力方式不一致，右脚姿势容易内扣，所以通过调整锁鞋上的 Clip， 让双腿骑行时尽量保持平行，防止用力不均，导致拉伤或者肌肉抽搐。接着使用 sensor 捕捉动态骑行姿势，把身体每个关节部位都贴上传感器，传感器会把骑行时的动态数据传输到云端，结合之前的身体骨骼测量和车手自身的感受，云端系统会进行评分，达到要求后，那么我们的 bike fitting 就结束了。最后一步， fitter 会用传感器在车身部位画线，画线的目的是把车的尺寸完整记录下来，之后如果换车或者换脚踏、坐垫等部件，就可以根据这次测量的数据来进行调整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做完了今天的 bike fitting， 非常谢谢 Alan， 非常耐心、非常细心的帮我做完了。先是做了身体的 measurement， 后面就是做了这个车的 measurement。那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你需要去微调，比如说你的这个鞋子、你的锁鞋需要调了过后再试，然后再调才能调到最适合你的那个位置。那还有这个像这个 seat post 啊，这些全部都需要非常耐心的调整。那当然，在今天调整过后呢，我会出去试骑几次。那其实像这样的 bike fitting， 是有1 year 的 warranty 是吗？对。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来做 bike fitting 的话，都是可以拿回来，然后继续调整。因为有很多人会想到，我没有痛，我没有不舒服，我就不用 bike fit。其实痛不痛或者是因为有些人他没有那么 sensitive。我 adjust 过一个人我的朋友，他的座位太高，3个 cm， 把他没有不舒服，他没有痛，但是是错。你拿
好像有没有痛不舒服，不一定会准。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，还有电脑的那些data，我们会帮你做一个bike fit，弄到你跟那个脚车会好像合成一体。对，脚车跟你是一个整体这样子，所以骑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对。那我们今天用了很多仪器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就是bike fit的经验，还有包括这个 Red 的这个仪器也是非常精密。这样的话，人工的经验再加上精密的仪器的话，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适合我们的bike fitting。对的，谢谢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刚刚从马来西亚骑了90公里回来。那今天是我做完bike fitting 的第2次骑行。第一次骑行是有一次 night ride 骑去圣淘沙，做完bike fitting 过后，去圣淘沙是骑了大概50公里不到。那今天是骑了90公里，就讲一下我做完bike fitting 我的感受。因为之前我做bike fitting之前，那个我有的问题就是说我的lower back， 背部底下如果是骑比较长距离，它有点麻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掌这边会很麻，因为觉得我的座位可能之前有一点点偏后了，所以我每次身体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呢，在手掌这边的那个力会多一点，会麻。我觉得做完bike fitting有一个很大的感受，就是说那个车好像更容易掌控了，好像那个下坡的时候。比如说很快的时候嘛，然后因为你的车把的那个距离你都手握得很舒服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缩一点你的手啊，那样，身体蜷缩一点，可以就是让那个风就是顺着那个风下去哦。因为之前如果车比较大，或者是说没有做bike fitting之前，我这样的时候，它还是要这样子的手伸得很长，所以会那个车感觉好像那个掌控感不太好，就有点好像它。没有跟我在一起，就有点那个大了，所以下坡它如果太快的时候，之前没有做bike fitting的时候就有点害怕，但现在的话就是做完过后就觉得信心提高了，就觉得那个车跟我比较契合的比较好。反正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慢慢的换上锁鞋，然后练习一下。那当然之后拍锁鞋的时候，我也会做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这样。分享给大家一个bike fitting 的一个整个过程，然后还有bike fitting 过后的一个骑行体验吧。你累了不讲话？拜拜。拜拜。我是倪妮香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打开小铃铛哦。